1号，上主菜。2号，上果盘。你赶紧走吧。孤身入虎穴，祝你一切顺利啊！客人已吃完主菜。那个厨子我见过，他以前是地下拳赛的常客，他身手非常好，只是我没跟他交过手。他认识你吗？应该不认识。他每次赢了比赛拿了钱就走，不会留下来看其他人打拳。那就好。你呢？先替警察做事。我之前查吊丝杀人案的时候，天天和警察在一块，你不问，为什么现在问？难道你甘心给人家当司机吗？人是会变的。就像你啊，现在教人打拳不是也挺好的吗？总比看场子收保护费好。反正我不希望你当警察。放心吧，我查王记不是为了警察。行。对了，王记你不要再去了，厨子见过，我会记得。别管了。来。吃饭啦，都饿了吧？好，吃饭。先吃什么？哎，哦，我刚给Summer打过电话了，他说马上就回来啊。那等一下吧，啊。夏博士，这段时间我比较忙，一直没有问你。飞机上发现的基因组织样本研究进展如何？还有，能查出与失踪飞机有关的线索吗？丽丽没跟你说吗？没有，说什么？这些实验样本呢，是研究如何攻克 FSHD 的。哦，这个 FSHD 呢，是一种遗传疾病。这种病我知道了，可以治好吗？夏博士，哎，你听我说，你能不能够研究出治好 FSHD 的办法？很有希望。Summer带回来的那个 U 盘啊，里面的实验数据太详细了，绝对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不知道是哪个科研机构这么厉害的，我甚至怀疑啊。怀疑什么？会不会有人在搞人体实验呢？否则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准确详实的数据？怎么，你在练习记住我们呀？对啊，至少得从记住身边的人开始吧。
你真的是我的未婚妻吗？怎么配不上你啊？不是，只是我完全不记得了。好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。飞机消失了2年，我一直都在等你。谢谢你能回来，我会一直等，等到你恢复记忆的那一天。如果我不能恢复记忆，至少我俩可以现在重新开始。真的吗？我以前是一个很爱说谎的人吗？但至少我现在不会骗你。我失踪了整整2年，你苦等了我2年，有你这样的未婚妻，我能不去珍惜吗？Summer 怎么还不回来？要不然我们先吃吧，饭菜凉了不好。好了，不等了，先吃饭。来。你也想不等我啊？等你很久了。大企业上班很辛苦的。吃了。好。怎么？哎呀，喂，上个厕所你就不见了，什么理由溜出来的？抽烟。少抽点啊，吸烟有害健康。你还抽得少？监狱里面什么情况你也是知道的，那是想抽就能抽的地方吗？我后来也算混得不错，每天最多也就2根，还是跟严振华蹭的。别吐苦水了。真的不抽啊？我们2个身上要是有一样的烟味的话，会被人怀疑的。所以我说，你身上沾了毛，就是猴。你呢？用什么借口溜出来的？你也看到那2位多腻歪了，心灵受伤的我，出来还需要借口吗？我问你，U盘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那天你正好不在家，去开会。那第2天呢？第2天，那天上午就遭遇了面具人的猛烈攻击，然后晚上回来之后，我们就聊这个枪击案，也就忘了跟你汇报了。好吧，我投降。是张丽让我不要跟你说的，嫂子也有这个 FSHD 的病了。怕我触景伤情啊？有一点啊。2回事。你爸爸提醒了我，那个 U 盘里储存的实验数据，既然那么重要，为什么 U 盘丢了？邓建国，他一点也不着急。你觉得奇怪啊？你觉得呢？其实我上班的第1天，杨家有试探过我。大企业的女上司都是1天1个名牌包吗？啊，你是说那个包啊？不知道被哪个小毛贼割了口子，我就扔了。
没丢什么吧？那要问那个小毛贼了。邓建国突然不杀我了，会不会是想找个 U 盘呢？就这样杀了他，确实太无趣了。有可能。然后齐大志就突然出现了，还搬进了家里。所以，你怀疑齐大志是邓建国的人，而他来的目的是偷 U 盘。齐大志身上没有枪伤，这只能说明在餐厅里面袭击我的人不是他。可你别忘了，张力当时抓住他的时候，脸上毕竟还是戴着面具的。他甚至还想绑架白衣法师查哈。你要去大城府啊？这边暂时没什么线索，我准备去查查那个白衣法师查哈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发现。齐大志的突然出现，我也忘了问了。张力为什么会想去查白衣法师查哈呢？那是因为在 U 盘里面我们发现，除了实验数据之外，还有一段白衣法师查哈的表演视频。你们怀疑白衣法师查哈跟邓建国有关，那么齐大志绑架白衣法师，也可能跟邓建国有关，对吗？可你别忘了，那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照片，又是陌生号码发来的。如果齐大志不是餐厅里面袭击我的人，那么照片上走进 BI 药业集团的那个面具人又是谁呢？所以齐大志的嫌疑完全不能排除，而他又是失联航班 M5064飞机上的乘客，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面具人有2个，其中一个有可能是齐大志，而这2个面具人和失踪的航班都有可能跟邓建国有关。所以你就千方百计去 BI 药业集团当卧底。不过，如果他们怀疑，甚至已经知道 U 盘是你偷的，他们可能不相信你。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，互相利用罢了，到时候借机行事呗。你爸爸说过，那 U 盘里的数据有可能制造出一种新型基因病毒武器，这件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所以我必须马上汇报，查封 BI 药业集团。你有证据吗？人家完全可以不承认的。现在数据和 U 盘都在我们这里，然后我爸天天又在实验室里面研究，再怎么看，也是我们的嫌疑比较大吧。可是 ，U 盘已经丢失好几天了，人家该转移的也都已经转移了，你现在去查封，只会打草惊蛇，到时候面具人、飞机都很难继续查下去。邓建国今天不惜亲自登门拜访，你觉得会不会是来摸底的？难说，那是条老狐狸。而我爸又是个精神病，恐怕很难斗过他。正经点了，你爸只是受了点刺激，而且康复得很快，是他自己希望继续住在精神病院的，而且考虑到你的特殊身份，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办法，把他保护住。那真的是谢谢领导了，先把我女朋友弄走，再把我爸送进精神病院，真的是为了保护我，不遗余力啊。我知道你牺牲很多，不过，如果齐大志真是邓建国的人，那么也算是件好事情吧。可对张力来说呢？算了，回去吧。哎，等等，你也是的，明明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邓建国让你站在门口，你就乖乖听话？人家是老板嘛，我要演戏啊，又想端人家的饭碗，凭什么不听话？总不能告诉他我是警察吧？那起码你躲到窗外，偷听一下他们讲什么话嘛。所以我说回去啊，邓建国跟我爸聊了什么，问我爸不就完？哎，对啊，我已经被你搞懵了。邓建国还以为我是他儿子，他倒是想，哼，这个老家伙自己没有儿子，就想抢我的summer。我看他有妄想症，应该送他去精神病院呢。夏如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也认识邓建国啊？哎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呢都在同一个科研所工作的。他老婆，婉婷身体不好，
那时候还没查出来。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一种基因遗传疾病。是 FSHD？ 没错，就是 FSHD。不要小看这种肌无力症，病人的全身的肌肉都会逐渐失去力量。到了严重程度，面肌无力的病人想要用吸管喝饮料都办不到，想做一个微笑的表情都很困难的，想皱一下眉头或者用嘴吹口哨对重度患者来说都是难以做到的事情。眼肌无力甚至会导致在睡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闭上眼睛。这也太可怕了吧？那不就跟植物人一样吗？其实不一样，不过这么理解也可以喂，齐大志，你是个医生，你过来说说看，这个病和植物人有什么区别啊？我是个医生吗？哎，好好听夏叔说话，别捣乱。当然了，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严重。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婉婷的病情也一天天的加重。直到20多年前，中东有一个科研实验室招募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基因生物学家，想要攻克这个 FSHD。那么，这个研究成功了没？没有。我和邓建国到了那个科研实验室，干了2个月。我慢慢发现，根本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验目的和方向，完全就是相反的。就是说，他们实际上是想研制出你所说的基因病毒武器。这个研究室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人啊？听说是中东的一个财团，具体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当时劝邓建国一起回国，可他坚持要留下来，继续搞那个研究，一定要找出治好婉婷的办法。哼，还挺痴情的嘛。说这种事情，别乱开玩笑吧。我没说什么。爸，你继续。我回来以后，发现婉婷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。不会是啊？夏天，怎么那么多？好，我不说了。我和邓建国去中东还只有2个多月，3个月前，邓建国还在婉婷身边嘛。我当时很高兴把消息告诉了邓建国，可他坚持要把孩子打掉。为什么呢？我刚才解释过呀 ，FSHD 是全身肌肉逐渐无力的一种症状。以当时婉婷的病情，如果想要生下这个孩子，是要冒很大的危险性的。恐怕这也是邓建国不希望他儿子被这种疾病遗传吧。对FSHD 的致病根源毕竟来自基因遗传，也可以算是一种家族性疾病，孩子被遗传的概率是存在的。所以邓建国的顾虑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。那后来呢？我们再三相劝之后，婉婷最终同意了。我让 Summer 的妈妈陪她去做了人流。当时人流报告单我们也传真给邓建国看了。那他为什么还怀疑我是他儿子啊？中东那个科研实验室里的生物学家们，有不少人也像我一样，逐渐发现他们的实验目的不纯，加上实验研究项目本身一直也没得到什么突破，所以离开的人越来越多。大概半年之后吧，那个实验室终于解散了，邓建国回来了。巧的是那个时候你刚刚出生。这么说，夏天的妈妈和邓建国的夫人差不多是同时怀孕的。没错，我当时是知道夏天的妈妈怀孕了，这也是我急着回国的另一个重要理由。所以说，你们所说的那个邓先生，他一直觉得夏天是他的。我跟你很熟吗？我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。不好意思。邓建国疑心本来就很重，一直怀疑婉婷当时没打掉那个孩子。
后来我们因为一些事情分道扬镳啊，很多年没有再见面。所以他怀疑我是他儿子，难怪他不想。不想什么？想你时你在天边。三毛。想你的夜，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。怎么了？主席，您怀疑夏天是您儿子，这怎么可能？自作聪明，搞什么入职检查嘛？现在最好的理由都被你用掉了，我现在还有什么借口找他拿血样？主席，做亲子鉴定不一定用血液样本的，头发不也是可以？还要你教我吗？拿头发调连毛囊，毛囊所含的 DNA 能和血样比吗？是。想办法拿到他的血样。不要引起他的怀疑。主席，血样送到哪一家机构检测？还需要送到别处吗？我要亲自鉴定。走。他们人呢？彼得和张力去查案了。泰国中心的专家今天请了病假，那些测谎仪没人操作，就请我爸去帮忙。说到这儿啊，我还真得感谢夏叔叔。其实我也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怀疑我假装失忆，但夏叔帮我证明了清白。哼，你们俩表现的都挺不错的。张力跟我大概提过你和他的关系，我也大概明白你为什么那么针对我了。家长，你是知道我不会相信你的。你在这里跟我演，完全就是浪费时间。该干嘛干嘛去。你今天不上班啊？对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1个礼拜休息1天，不过分吧？赶紧走，看见你就烦。案子也不让我参加，公司居然还他妈放我假，干嘛要放假？我在家守了这活就是有病。干点啥呢？总不能还去找大哥喝酒吧？哎呀！1934年，发生在英国的布莱顿卡车女尸谋杀案，凶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落网。考虑到凶手的年龄，基本可以排除是同一人所为。应该是模仿作案。这个案子本身并不复杂，手法也并不巧妙。就算是以当时的技术条件，警方也不可能想到这桩案子最后会成为一桩世纪悬案。可是为什么这次的凶手要模仿他的手法呢？布莱顿卡车女士谋杀案所处的年代太早，我们能查到的资料很有限。根据现场勘查的结论，发现死者的地方应该是抛尸的现场，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也就是说，凶手为了去模仿卡车谋杀案，起码故意
制造了3个共同点。卡车？在尸体上涂抹橄榄油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畜生找了一个怀有3个月身孕的女孩做目标。这种人的确是人渣，但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突破点。死者的身份是不是还没有认定？暂时还没有能证明死者身份的发现，但是我们已经调查失踪人口库的资料进行比对。如果想要更快的话，就要考虑是否将死者的照片交给媒体，向社会公布。这不是重点。怀孕3个月，外表来看几乎是看不出来的。如果凶手提前就把目标定为一个这样的女孩，他该如何寻找目标？妇产医院。蹲守在妇产医院抢女孩的验孕报告作为目标。红灯区，孕期3个月，仍然可以发生性行为。如果凶手打扮成客人，跑到红灯区里挑选目标，他完全可以提出自己这种特殊的要求。相对来说，其他人也不会怀疑。可是，死者的穿着和打扮显得很有身份，不像是个妓女。如果死者的衣服是凶手给他换的，就是说凶手故意模仿谋杀案而制造出来的第4个共同点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你每次跟女孩子约会都迟到。我们这个算不上是约会吧？我说的是广义上的约会。说啥？尸体在卡车内被发现的时候是昨晚的6点，法医判断死亡时间是18个小时以上，那也就是说，案发时间应该是前天深夜。调查曼谷所有的红灯区，看看从前天夜里有没有小姐失踪，带上受害者的照片，方便证人认定。行动。想说什么？没有。不可能，说吧。我的领导，这个红灯区里面客人的特殊需求，你怎么那么懂啊？一般人不会知道哦。张丽，你查过的普通刑事案子太少了。我在荷兰办过一起凶杀案，凶手是怀孕2个月，还轻伤不下火线的性工作者。就因为他是有孕在身，所以从一开始，我们就把他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。结果，我们就白白浪费了很多调查时间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不该怀疑。我们同情死者，嫉恶如仇，这都没错。但是，对于我们警察来说，尽快破案，抓获凶手，才是对受害者最大的尊重。所以以后你办案的时候，不应该有太多的避讳。Understand? Yes, sir. 大侦探今天怎么会有空啊？我也需要休息啊。还有，不要叫我大侦探，我和 ICPO 合作关系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在一家企业打工。侦探转型企业高管，复合型人才。什么高管啊？我就是一个司机。这么帅的司机，是不是女老板？之前还真是，不过现在换人了。不是才几天而已吗？你跳槽这么频繁啊？没有跳槽，还在同一家公司，只不过我现在都是大老板的司机。走。你怎么会想着把约会的位置定到这里啊？你自己都说啦，我们又不算约会，我也想不到什么好地方可以去。我在网络上看到过这里应该就是雕塑杀人案的第一案发现场吧？没错。那就对啦。如果你没有来过这里，你就不会去书店买罗丹的书，我们也就不会认识啦。一起来这里走走，好吗？
哎，之前你应该觉得我也是一个喜欢雕塑的同道中人，后来发现我就是个大俗人，会不会有点失望？每个人的爱好本来就不一样啊，我从来都不觉得有什么雅俗之分。难道喜欢黑管就是雅，喜欢唢呐就是俗，喜欢雕塑就是雅，喜欢捏泥人就是俗吗？嗯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雕塑杀手肯定喜欢雕塑，不过他就是个杀人变态。哎，你跟我讲讲你的破案过程好不好？大侦探智斗变态杀手，肯定很有意思。你之前不是讨厌我跟你说这些案子吗？你跟女孩子在一起吃饭，都知道案子。就是因为有之前的经验，所以我今天特别愿意来案发现场，让你一次聊个够。这应该就算投其所好吧。再说这个案子，我也有帮上一点点的小忙，可是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案子是怎么破的。你难道不知道女孩子的好奇心其实是很强的吗？好吧，我就满足你的好奇心。当时第一座雕塑就在这个位置。老板，我出去一趟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最好不要出去。那个人见过我。老板怀疑夏天是他的儿子，你最好不要去惹他。我们只有你一个老板。他现在是我的老板，当然也是你们的老板。他不是你朋友吗？钱比你多得多的时候，朋友也会成为老板。你对他有恩。他可以这么说，我不敢这么想。午饭前我会回来的。老板，你把他宠坏了。你知不知道邓建国为什么看中王继？因为我们厉害。因为王继5个人，只要有一个人出了事，其他人都会拼命的。好厉害哦！按你算的距离，真的刚好走到这里哎。也不是一下就能想到的。怎么样，累不累？还去下个地方吗？要。走吧。你找谁啊？你怎么随便乱闯啊？哎，救命啊，师傅！啊，救命啊，师傅！师傅，救命啊！放开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以前打地下拳赛的主将。还知道什么？就这些。我打黑拳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输过。我也没输过。来一场，这算是踢馆，随你怎么想。那我不能拒绝。你有伤？跟你没关系。我不想占你便宜。你先占到这个便宜，再说吧。
么算输赢？躺着的输，站着的赢。你该不会是想看艺术展吧？不去了，你又不喜欢雕塑。我肚子有点饿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，想吃什么？我请客。但是上次也是你请，这次该我了。上次吃到一半，又是抢劫，又是枪战，到最后我也没付钱。也是你救了我啊！是我连累了你，那个面具人应该是冲我来的。那确实好像应该你请。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因为我的事情连累了自己的朋友。走。或许褪去那些斑斓，才有更多空
并肩坦白，你的故事有没有我这段？或许幻想终归尘埃，你却落笔我的心坎，什么都能学着看淡，你除外。人间里最魂牵的神秘感，是你还没亲口说爱，颜色却像在要我去窥探。曲折离奇的浪漫，我没打算一步走完。若隐若现的情感，你会藏在哪句对白？如果爱能被窥探，让我慢慢来，用心眼去看穿。曲折离奇的浪漫，不怕艰难，只怕走散。